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与乐华公司，个人与公司的博弈与困局。王一博的合约，作为养成系艺人，只能也是唯一的选择，是从培训开始签的10年长约，签到了2014年，2024年10月到期。乐华的合约其实和绝大多数娱乐公司合约一样，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有自动续约期，也就是说，合约到期后，如果你手头的工作还在进行，就会自动续约1年。而作为艺人，电影、剧、综艺、商务都在进行中，都是不能终止的，一旦终止，巨额赔偿姑且不论，关键是后果可怕，被雪藏、被封杀，这都是比较轻的。所以，这自动续约看似只有1年，却代表着基本上是无限续约，直至被榨干，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为止。而2022年是乐华上市的关键1年，也是王一博电影事业刚刚起步的1年。乐华公司营收年增长80%以上为王一博一人贡献，对乐华的营收贡献甚至为56.8%。如果王一博不续约，那么不仅是动摇了乐华的根本，而且乐华根本就不可能上市。那么对于想上市都想疯了的乐华老板杜华女士而言，简直会疯掉的。而对王一博而言，从剧、综艺、音乐、舞台转型到电影，此时他是新人，更是毫无根基之人。如果成立个人工作室，独立出来，就意味着所有的工作需要他独立成立团队完成，光一个税的问题都会让他小心万分。而在公司里，他可以全力以赴冲击电影事业，而不用为各种琐事叨扰。王一博年轻，可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在冲击事业的关键时期，绝不可能此时把精力分到别的地方。众所周知，流量转型有多难，电影圈有多难进，做出成绩更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王一博与乐华公司展开了博弈。2次续约是到2024年10月到期，自动续约1年到2025年10月。他同男团的队友都是这样的合同。而王一博背后应该是有高人指点的，合同条款中，他续约到2026年10月，以多续1年的代价，取消了合同中的自动续约的条款。平心而论，这是双赢。对于王一博，不需要和公司你死我活，合约到期，自动解约，一拍两散。而且，还有10年的情分在里面。从籍籍无名到名动天下，王一博的青春岁月全和乐华有关。乐华打感情牌的话，重情重义而又面冷心软的王一博挡不住。对于乐华，虽然无奈，却也是最优结果。毕竟王一博占比太过重要，而目前无人，近3年内也绝对无人可以替代王一博的实力、市场和位置。如果双方闹腾，上市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有了王一博的续约和乐华的上市。而乐华上市的时候，王一博是作为股东的身份上台敲钟的，可见乐华是给了王一博股份的。可是根据目前的各种信息综合来看，各种股东持有人名单上根本就没有王一博的名字。这说明王一博拿的是优秀员工激励股，是各种大上市公司都有的为了奖励和挽留优秀员工分出来的一点点股，仅有分红，没有任何话语权，
更谈不上决策权。王一博没有持有原始股，我想不是乐华舍不得给，而是根本原因是不想和乐华牵扯太深，那样就彻底走不了了。所以他持有的股份性质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那么为何乐华又宣传他是股东？宣传而已。为了股民信心，为了后期投资，为了顺利上市。王一博和公司的关系就是员工和公司的关系。王一博和王一博粉丝需要考虑的是王一博个人利益，而乐华需要考虑的是全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是整个公司的发展。乐华本质上是爱豆公司，而王一博走的是演员路线。这二者的矛盾现在是越来越无法调和。乐华是不希望王一博拍电影的。原因一，电影片酬低，影响公司收入。原因二，这些电影班底都是乐华够不着的，无法往里面塞人。原因三，王一博拍电影之后，之前跟着王一博的剧、综艺、商务魂的乐华人就没有工作了。原因四，乐华不维护王一博的电影口碑、演戏口碑，不反黑、不作为，是为了不让王一博再拍电影，而是去拍周期短、变现快、挣钱多的古偶现偶，既可以赛人、奶新人，又可以多挣钱。原因五，王一博与乐华的合约是到26年10月到期。作为乐华乃至圈内娱最顶尖的艺人，乐华是全方面依靠王一博，但又考虑到公司后续发展问题，又千方百计防范王一博。综上所述，就形成了目前这种局面。一方面，乐华要在王一博电影上映前的关键时期举办家族演唱会，借王一博的流量、热度以及粉丝力量搞活公司艺人，推动公司发展，同时削弱王一博电影的宣传和粉丝预售力量。另一方面，王一博粉丝肯定只关注王一博个人权益及发展，希望公司付出和王一博的实力及贡献相匹配的工作人员、各种权益。而这种矛盾目前来看是不可调和的。王一博宣发博也好，身边服务人员也好，各种工作人员也好，本质上都是为乐华服务的，而不是为王一博服务。不管换谁，都是杜华的心腹，而只会听从公司的指令。所以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得到了特别有力的解释。知乎上的这篇文章观点，就是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目前王一博粉丝最大的底牌，就是家族演唱会，只有触及到公司的利益，只有威胁到公司的利益，乐华才能重视并推进各项工作。而目前来看，公司还是采用的拖字诀，拖到开票为止。总有人不在乎钱，不在乎王一博的发展和人身安全，不在乎王一博，会为了舞台去看。而乐华的票其实已经全部分包给了场馆、平台，他的钱已经拿到手了，是没有什么损失的。如果不去看，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承包商和黄牛，反过来才会反噬到乐华这里，这就看后续发展了。目前王一博最重要的是电影，两部电影《无名》和《长空之王》，票房成绩有，口碑有，观众有，后续发展更有，已经让他初步站稳了脚跟。我也希望王一博的粉丝能够心明眼亮，认清现实，认清方向，做好工作。同时，也请大家认识到，黑王一博的主流其实一直都没有变过，乐华顶多就是无视甚至纵容罢了。不可转移视线和方向，绝不可把某个群体等同于乐华。乐华顶多不希望王一博太红，太能拍电影，而黑他的人可是想要弄残他的。
那么，王一博后续发展如何？公司发展怎样？这场博弈肯定还会继续，会一直持续到王一博合约结束，离开公司为止。可是，王一博的权益、王一博的反黑、王一博的工作人员、王一博的团队配置等，就看粉丝们能坚持到什么地步了。能争取到任何比现在好的结果，就是胜利。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